孙大哥，来了，英子，坐吧。英子，来找我有事儿？孙大哥，我现在当律师了。这是我的搭档，邱华，邱律师。孙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您出了这么大事儿，为什么不让嫂子跟我说一声？自己做的事儿，后果就得自己扛，何必麻烦别人？我的事儿，先生不知道吧？对不起，我跟我爸说过了。我爸知道您的事儿以后，他就跟我说，让我以后要经常来看您，看看您需要有什么帮助。没什么需要，不过3年已经过半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先生他还好吧？他很惦念您，总是会说他想不通您为什么就会犯这样的错。孙大哥，您不是一个太贪的人，可是您为什么就要犯这样的罪呢？我的事儿你就别问了，这一切都是我该承受的，我也心甘情愿地承受。英子，谢谢你来看我，回吧。是因为温丽吗？您和温丽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？为什么愿意为她犯下这样的罪，甘愿把自己关到监狱里来？是强强他妈跟你说的吧？她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个女人真是无药可救。孙大哥，嫂子和您同学多年，跟着您一起来京北打拼，和您一起创立了这公司，另外一边还要兼顾孩子们的生活，你不能这么说她。她已经不是当初你认识的那个人了，这个女人变了，变得穷凶极恶。她知道我和温丽的事情之后，居然要置温丽于死地。这么说，您确实是为了温丽职务侵占的。事儿是我自己做的，跟她无关。那您侵占的资产都转移到了哪儿呢？这我不能说。您为了他，不顾自己一直坚持的做人的道德，侵占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把自己弄到监狱里来，都到这种地步了，您还在替他考虑？不要用这种口吻说他，这一切跟他没关系，我是自愿的，我爱上了他，我为我们俩将来的幸福做点打算，有错吗？我相信您爱他，但是您确定他从始至终也爱过您吗？当然。温丽来看过您吗？我出事以后，那个婆娘和公司的股东们，像疯了一样，想弄死她，想把她撕了。我不能保护她，我已经很羞愧了，我怎么会让她到这种地方来？那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当然知道，但我不能告诉你。孙大哥，我也知道他在哪儿。邱律师，他旁边那男人是我的丈夫刘明。他怎么跟刘明在一起？他和刘明一起跑了，跑到国外去了。临走之前还拐走了我们家所有的钱。其实他和刘明早就在一起了，只是您不知道而已。不可能，温丽是爱我的，而且她还怀了我的孩子。我进来以后，那个婆娘和公司的股东不断骚扰她，她为了保住我们的孩子，才出的国。后来，因为奔波、伤心，所以孩子没保住。她跟我说了，她在国外
调养一段身体就会回来。她和刘明瞒着我跑出去的时候，跟我婆婆也说她怀上刘明的孩子了，所以我婆婆支持他们俩瞒着我转移家里的所有财产，跑到国外去。温丽她就一个肚子，她怎么可能同时怀上2个人的孩子？她根本谁的孩子都没怀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温丽出国，我是知道的。孩子没了，她很伤心，我也知道。她虽在国外，却经常给我写信，那信我都留着呢。不用说，那些信就是让您坚持在这里待下去的力量。当然，他肯定会在信上说，你们现在所遭受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们的爱。等熬过这3年，您出来了，你们将会继续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也是女人呀。我要想骗取一个异性的信任，我也可以这样说啊。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他在骗我？我又不是3岁小孩儿。您相不相信？等真过了3年，您出来了，您将会看到您转移的资产全都划在他的名下，您一文不名，嫂子和孩子再也不会接纳您，结局就是您没了家，也没了名声，也没有了财产。温丽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。反正你说的我不信，我在这里，你说的我也没办法查证。孙先生，根据我们对温丽的判断，不管她偷了您和刘明多少钱，都满足不了她的欲望。她现在把您留在监狱里了，没准也已经离开了刘明。您刚才说她一直有给您写信，是吗？对呀。一开始1周1封，后来半个月1封。那他最近有寄信给您吗？您最近失去了跟他的联系了，对吗？我已经3个月没收到他的信了。我想，肯定是他在外边遇到了什么事情。孙大哥，被人骗了不丢人，但是明明知道被人骗了，还要自己继续骗自己，这事就说不过去了。我不信，温丽对我绝对是真心的，这我心里有数。孙先生，他在勾引您的同时，也在勾引刘明。这个是他和刘明还有刘明母亲共同注册的公司的资料，公司的名字叫明鑫。您从公司转移出来的钱，是不是有一部分打到了这个公司的户头上？铁证如山，你还要选择相信他吗？我说，你们想知道什么，我都说给你们。这个项目呢，我自己呢是倾向于 B 方案，各位怎么看？如果用 B 方案，利润很难达到大家的满意。我觉得也是 A 方案。B 方案看着设计感是很强，但实用性不高啊，而且利润也低。我们做地产不能只追求利润吧？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啊？华弟，这里我要反驳你一下。我们做房地产公司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赚钱。如果说你要搞艺术的话，可以继续回学校当老师啊。我们的合作伙伴刘明公司也派了代表吧？你们公司更愿意代理销售哪个方案的房子？我不能代表我们公司，但既然孙总问我了，我就说说看我的看法。我认为 B 方案全方位比 A 要优秀很多。如果我是消费者，我一定会选择 B 方案的房子。年轻人还是不实用。行了，不讨论了，就 A 方案了。哎，你好像忘了，这个公司
我是董事长。那就 A 方案吧。今天开会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。没什么意思，当着那么多人反对我。你做的 B 方案完全没有利润，公司是要赚钱的，不是为了让你完成理想的。你真是无药可救啊！你才是无药可救呢，干什么不行。你再说一遍。谁呀？这么晚还没走？孙总，哦，你不是那个温丽吗？对，你咋没回你们公司啊？是这样，我今天听了您开会的内容，对 B 方案设计方面有一些细节不是很理解，就留下来整理一些资料。啊，我跟你们公司的人打过招呼了，我把这些整理完就回去。孙总，您是不是喝酒了？酒味特别重，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好，那麻烦你送到我办公室。好的。啊。孙总，喝点蜂蜜水吧。哎呀，啊，谢谢。哎，公司还有蜂蜜呢。我去楼下买的，你快喝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半丽，你是真的喜欢我的那个 B 方案吗？当然了，我特别喜欢。哎，你看，这是。在我眼里，它就像一股清风，一张白纸，站在我面前，让我很安心。无论我说什么，它都会在小本子上认真的记，然后一丝不苟的去做。如果没做好，它还会背着我哭。没事吧？已经很久没有女人这么信任我，这么崇拜我，那感觉真好。这就是新设计，想要就是你的。太漂亮了，孙总。来。孙总，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健身房吧？太方便了，都不用出小区。这是你所有设计里边我最喜欢的，孙总，我太崇拜你了。我也没想到，人到中年还能像年轻人一样恋爱，可这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有件事儿，刚才你们说错了，我转出去的钱没有转入你们刚才给我看的那个公司里，我以他的名义在海外偷偷地成立了一家公司，并以业务往来的方式把钱直接转到了海外。我知道公司的股东在查我，
所以我把海外公司的所有股权都转给了温丽。进来之后，太太跟我离了婚，孩子也判给了他。但我的内心一直很平静，因为我知道我有温丽，有藏在海外的钱。我以为他会一直等我，等我出去，与他携手共夕阳，做一对儿神仙伴侣。秋儿，我突然觉得特别毛骨悚然。孙华鼎口中的温丽哪像我当初认识的小白兔啊？温丽，你看你这桌子擦的跟画地图一样。好，就是来。我让你把快递给我放桌子，放哪儿了？还在收发室呢，我没来得及拿，我现在就去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长眼睛啊，还是故意的。你这是抹布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给你送去干洗吧。干洗一下，说的那么容易啊？你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吗？哟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看看他是不是诚心的？我这衣服6000多啊！等会儿，我看看，徐姐别急，我看看烫伤没有啊？我胳膊没事，没事啊，徐姐没事，绝对没事。我上次那件外套啊，9000多块钱，那红酒也是洒了一身，后来拿干洗店就洗干净了，绝对没事，您放心吧。我说罗英子啊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他没给你打扫过卫生啊？哟，他把水洒我身上了，我也没有让他干，是他自己愿意干的。温丽，这是你自己愿意干的？我自愿的。那你就不对了啊！我们那么大一办公室，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干。这要是你把我们事儿都干了，到时候领导看见了是夸你啊，还是说我们呀？以后事儿不许干了啊！我们大家都有手有脚的，就这点事儿怎么不能干？你去做你的事儿去吧。我后来才发现，我对他一无所知。事发之前，我们俩认识也就不过1年多，但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进我们这单位的。他是属于那种没有编制的编外人员。哎，你来这儿这么久了，我还没跟你好好聊过天呢。你怎么进来的呀？就没想过找一个比这儿有点趣儿的工作啊？哪那么容易呀？温丽，你是哪儿人呀？我跟你一样，就北漂呗。我发现啊，北漂的好处就是，大家都自己一个人，也都没什么关系。哎，你说的这倒是真的。哎，不过你要是想的这么明白，你就不能任由他们欺负你啊！以后他们让你买饭呀、什么打扫卫生啊、做咖啡这种事儿，你就别管，听不着，别搭理他们。我哪能跟你比呀？我就是个临时工。临时工怎么？临时工不是人呀！以后他们要是再欺负你啊，你就跟我说，我帮你收拾他们。谢谢姐。别客气。好，那以后我就依靠你了。没问题儿。后来我们俩就成为了所谓的闺蜜。之后他失去工作那会儿，我就把他介绍到刘明公司了。直到我发现他跟刘明一起玩失踪的时候，哎呦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！我真是对他一概不知，他到底那名儿是不是真的，我都不确定。这也不能全赖你，你又不知道你身边静悄悄地趴着一个吸血鬼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打量周围的人，寻找猎物。他的感觉很好，很快就能发现谁可以被骗，谁身上有些可惜。一旦被他瞄上，他就会趴上去，下嘴又快又狠，麻醉对方的同时还不让对方察觉，一直到把猎物身上的血吸光，再转移到下一个猎物身上。这样的人永远在路上，永远不会窒息。所以温丽和刘明不会守着钱过日子的，他肯定已经回来了，没准此时此刻已经盯上下一个猎物。真的有意思。
居然又让我碰上。怎么了？我曾经接过这样一个案子，一个女的认识了一个小老板，谈恋爱没几天就结婚了，结婚3个月卷走这个男的几千万，最后呢，她使用各种手段逼这个男的自杀。她所做的这些有没有违法？法律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温丽应该比这个女的更厉害，她不知道已经骗过多少个人了，不知道此时此刻她正在骗着几个。都在这儿呢。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啊，我同学跟我说了，刘明的居所现在好像就剩他一个人，成天蓬头垢面的，也不出门，也不社交，每天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去门口查信箱。不用说，刘明跟孙华鼎一样，被他用每周或者半个月一封的信牢牢地钉死在那儿。他现在应该已经卷着这些人的钱远走高飞了。罗英子，为了你，我再输一次，但是前提，这次一定要抓住他。一定。你要失去你的房子了。我知道，想要抓住他，必须要付出代价。房子只是代价的一部分。兰兰，你回来了。兰兰，是你吗？姐，他们打我。而且这次不一样，这次不仅仅是他老婆，老周跟他一起打我。老周不是把从你这儿买的房子给我了吗？他老婆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，今儿就找上门来，我俩就打了起来。但你说老周他是不是个混账啊？竟然帮着他老婆，他们俩一起打我一个人。姐，你也知道，他爱的是我，我们俩才是真爱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年轻漂亮，他老婆就是个黄脸婆，我凭什么输呀？姐，你怎么一声不吭啊？坐吧。喝口水吧。兰兰，你给明白一个道理，人家才是一家人。出了事他肯定帮他自己老婆，因为那是他孩子的妈。而你呢？别说是真爱，就连爱都算不上，你至多就是被他包养的对象而已。你之前跟我说不要让我再管你的事儿了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这是第2次被打了。那我跟你说句实话，如果你还想不明白，还会有下一次，而且下一次你绝对被打得更惨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你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药我给你摆这儿了，还有毛巾和衣服。
你先把伤口处理了，缓一会儿，去洗个澡，换上干净衣服，好好睡一觉。我希望你明天早上起来，能够从头开始。我还有自己别的事儿要做，先这样吧。我就是不死心。我进了啊！谁呀，这么晚？老陈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？你监视我？我监视你干嘛呀？你有那么大魅力吗？不是，那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呢？你上次喝多了，我送你回来的。不可能吧？我记得，当时我只让你给我送到楼下了，没让你送。没送到楼上。哎呀，你指着你家报箱，你说你把我车开回来，把我车钥匙放到报箱里边，那报箱不写着你家门？知道了。房子其实条件一般啊。哎，大哥，别往里去了啊！条件一般还不是拜你所赐吗？你来干什么事儿啊？坐下说呗。不行呗？哎呀，你的钥匙链吧，可能落我车上了啊，特地给你送过来了。算了，经你手的不想要，你到时候走了你扔了就行了。真不要啊？不要。那我就跟所有人都说，我说这个是罗英子律师送给我的定情信。哎呦喂，兰兰，快接着，咱扔垃圾桶里去。哥，喝水啊。谢谢。不是你认哥还挺快哈，我告诉你小心点他可是著名流氓。特别淑女。你损够我没啊？啊，我有正事儿的。什么事儿？你的案子要开庭了，知道吧？这开庭了，不用你提醒啊，人法院传票早到了。开庭的话不会有别的结果，你那套房子是保不住的，所以你跟你律师就没商量一下什么对策呀？要不你跟我说说。不是陈无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那套房子还不是你挑着银行用野蛮手段从我这儿抢走的？不是也奇了怪了，我律师都没着急，你着急什么呀？你一个原告的律师跑到被告来这儿说这个，你到底想什么呢？你跟我说清楚啊！不是我没想什么，我就是想善意的提醒你。其实吧，你可以走另外一条路。我走哪条路都和你没关系，陈无良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事，赶紧回去吧。兰兰，送客，把门锁好锁紧啊！现在坏人可多了。怎么总这么冷淡呢？你说我这好心，好心没好报。走了，那个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，我肯定接的。拜拜，罗正一。哥慢走啊！我才不给你打电话。兰兰，今天吃什么呀？哎，炒面包呢。这个不是我昨天让你扔了的吗？你忘了是吧？哎，姐，我觉得这条饰链还挺好看的，你要不要我拿走呗？行，那你留着用吧。姐，昨天那人谁啊？一个流氓。流氓？我觉得他还挺斯文的。斯文带累呗。他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大半夜为个钥匙扣跑咱家来。他喜欢我，我谢谢你，兰兰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姐，你咋这么烦他呢？我能不烦他吗？
当然，你知道咱们为什么从那个房子里被赶到这边来住了吗？都拜他所赐。真的啊？他谁啊？这么大本事？他叫陈硕，银行那边代理律师。哦，怪不得。姐，我昨天晚上认真想了一夜，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，我就是叫老周给骗了，一时鬼迷心窍。我现在决定了，我要离开老周。真的？嗯。给你鼓掌，给你赞。你真的想通了？我真想通了。太好了，那你就好好学习吧啊。那我跟老周断了，我这身上也没钱了，我就想找个工作，养活一下自己。那法律班我也耗不起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就不想去梅老师那儿继续上课了？再回去上课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司考过了。那行，我去梅老师那儿帮你解释清楚情况。那我就给你办同学手续了。行。说真的哈。那你没找到工作之前，要不就还在我这儿干，起码有点收入。姐，我不想干小保姆了。我再怎么说也是学了好几个月法律的法律人了。我现在就想找一个跟法律有关的工作。姐，你们律所招人吗？可是你司法考试没过呀，你怎么能去应聘呢？应聘什么呀？我不一定非要当律师啊，我找个行政助理之类的岗位我也都行。你要助理吗，姐？啊，当然。你太瞧得起我了，我这什么资格的律师啊？再说我这刚开始独立办案，然后找一助理，那让别人怎么看我呀？再说了，就我这点破工资，我拿什么养活一个行政助理啊？那姐，你法律界的朋友多，要不你帮我问问别人，看有没有人要助理？我们公司的律师，那我也就跟秋华熟，但是秋华跟我差不多，他得养活自己呢。陈律师呢？昨天晚上那个。姐，你不是说他是银行方面代理律师吗？那一定是很有本事的。那我要是能跟着他，就算做助理，我不也能学到东西吗？那我工作之余，我再把我法律专业课程给自修了。我等明年我就去过司考，司考一过，我就到你们律所去应聘去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主要是我现在，我得先吃上饭嘛，不是？陈硕这个人吧，他的专业能力倒是很强。如果去他那儿做助理，只要肯好好干，应该还是能学到不少好东西。你说他对你态度不好？啊，他不一直都这样阴晴不定的吗？但我觉着吧，他有点欲擒故纵。唉。喂，陈无良，罗正义，著名流氓，著名淑女。哎，你可真行哈！这都死到临头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啊？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陈无良，谢谢你关心我啊！昨儿还专门来看我，走了以后我还难过好久。这个时候能来的，那都是患难知己啊！啊，我罗英子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谢谢你八辈儿祖宗啊，陈无良。你也知道我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窘境，你已经把我剥夺的一无所有了。但是我这家里还有一个小阿姨要靠我养着呢，我这以后的情况养个阿姨那是实属养不起了，所以我就想起你来了，能不能帮个忙啊？帮忙啊？可以，我乐意至极。说吧，帮什么忙？什么？把你小保姆介绍给我当助理啊？我们家这小阿姨呀，可不是一般的阿姨，那是帮过我大忙呢。她知道我以后可能会很困难，所以呢，她就想自己养活自己。那我说给她找份工作吧，在别人那儿打工我也不放心。那昨儿你不是来了吗？我就想起你来了。哎呀，
自己都快没地儿住了，还操心别人。那行吧，反正我也一直没有过助理，你让他过来吧。哟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那我一会儿就带他去找你啊。谢谢你啊，陈无良。成。你把兰兰介绍给陈硕了？啊，咱们所他又进不来，我只能介绍到陈硕那儿了呗。是你提出来要给他介绍的，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呀？兰兰自己啊。罗英子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这可是在玩火。不是你见过这种女人吗？啊，自己连片屋瓦都快没了，还养个小保姆呢，你说？哎呀，那我倒无所谓，我当扶贫了。我觉得他要不用这小保姆，直接开了不就得了吗？派你身边干嘛呀？甩包袱呗。不是，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。我觉得有戏。你成天给他挖坑，这回他没准自己能跳。我也没说错呀，没人能逃过我的魔爪。你们家这兰兰可不是个简单的女孩，野心大着呢。这陈硕呢，更不是一个一般人。你把兰兰送到陈硕那儿，那不是羊入虎口吗？这陈硕他再怎么着，他也不会对一小姑娘下手啊。反正我提醒你了，你可得慎重啊，你可惹不起这兰兰。那我就再多上点心呗，多看着点他们呗。哎，我这收拾完我就撤了啊。去哪儿啊？去找陈硕呀，我要把兰兰介绍给他呀。坐这儿干嘛？还不晒啊？上去吧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。我来介绍一下，兰兰，本名叫……我叫张世兰。兰兰，这就是陈硕陈律师，大正所著名的男律师。那兰兰就交给你了，你多跟陈律师学学，他曾经自学过法律的，就拜托给你了，你多教教他啊。姐，那你慢点啊。哎，走了啊。你稍等我一下。那个，等会儿。那个，我一直跟你强调这房子的事儿，你就没好好考虑一下？真打算上法庭把他给输了呀？不然呢？你给我支个招啊！方力宏不是你律师吗？我怎么那么不相信，他就甘心束手就擒？哎呦，他换水能有你多呀？你那个没离婚就是你老公了，反正是卷了钱就跑了，是诈骗吧？还有就是你们两个那贷款合同，你一直说跟你没什么关系，所以什么呀？所以你建议我啊，去报案，把这案子变成刑事案，对吗？陈无良，你这人还真无良哈！帮着对方的当事人出主意来对付自己的当事人，哎，平时都这么赚钱的啊？我什么都没说。那就不劳烦你操心了，我愿意输。走了啊，兰就拜托你了啊，姐走了，慢点。哎。硕哥，那咱上去呗。你叫我什么？你不是叫陈硕吗？硕哥。你现在是我助手，我是你老板，以后叫我陈律师，要尊重一些。还有就是，反正在我们所上班的，你这套衣服不是很合适，以后注意点着装吧。哪不合适？好，卡迪。那进来吧，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薛律师，张世兰啊，
这以后也是你老板啊，我们两个的事儿你全都过来。啊。硕哥，叫我陈律师。啊，说吧。那我就坐这儿呗，我坐您对面。你是助手，你的工位是在楼下。我这不是来照顾您的吗？这办公室是我跟薛律师的啊，懂吗？我们两个还有事儿要商量，你先下去。哦。这是罗英子的保姆啊。哎呦，这品味也太差，衣品有点弱，袜子也不得行啊。我也这么觉着。哎，你说这罗英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明摆着一开庭这房子就没了，他怎么不着急啊？心疼了，不忍心。简单啊，你退出我单独代理，代理费咱俩也不用分了。你想什么呢？他都不在乎，我跟他客气什么呀？我可提醒你啊，你要是把他房子打没了，这女的你就一辈子都追不上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不打不相识。咱俩走着瞧啊。走着瞧。喂，弟，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会胃出血呢？送医院了吗？为什么不让住啊？那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我离你600-700公里呢，你跟人大夫好好说说呀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先想想办法，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。啊，好。以后不管咱俩是什么关系，请你给你爸打一个电话，让他以后不要再给我们家帮任何的忙。没事儿，这都是小事。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打，要不然以后咱俩就没办法再来往。俊华，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？哎，是我打的。啊，你这会儿说话方便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什么，家里突然有点急事儿，我可能得麻烦你一下。我妈胃出血，住到咱们县里医院了，现在在走廊上，住不进病房里去。你能不能帮她？哎，王良。罗姐。王良，谢谢你能来啊。没事，应该的。怎么了，罗姐？是不是有温丽的消息了？没有，我也正在想办法找他。我这次找你就是想再多了解一些他之前的情况。罗姐，是这样，我知道我原来帮他也骗过你，对此我非常后悔。可我真的把我知道所有关于他的事儿都告诉你了。可你们毕竟是谈过恋爱啊，你不可能就对他了解那么少吧？我们是谈过恋爱，可是我对他真的也不太了解。他几乎也什么都没跟我说过。那他不说，你就不问问他？我怎么可能没问过呢？那个时候，我都想跟他结婚，我问了好多，关于他家里边，他父母，我还一直想着什么时候约着他爸妈跟我爸妈一起吃个饭。他后来一直搪塞我，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
哦，对了，一提他父母，我想起来个事儿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，我爸帮他办户口吗？后来我在我手机里边找到了一张他的身份证照片。哟，那太好了，你给我看看。你看，青阳人，86年的。那他还好意思管我叫姐？王良，你能把这张照片发给我吗？行，我现在发给你。谢谢。罗姐，还有个事儿，但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。你说。我记着有一次我们俩在外边，后来他来了个电话，就到旁边去接。我等他半天也没回来，我就去找他。看见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哭，还对电话里边发脾气。我听着，他应该是在跟他妈妈打电话。然后呢？我看他在那儿哭，怕他尴尬就没叫他，然后就自己回来了。过了一会儿他也回来了，看着跟没事人一样，谈笑风生的。我在想，估摸着他也是不太想让我知道这事儿，我就没问。你就是太信任他，根本就不知道他其实就是个吸血鬼。行，王良，谢谢你啊。如果再有什么事儿，我再联系你。行，好，那我先回去上班了，罗姐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再见。青阳人，身份证上是这么写的。身份证如果没造假的话啊，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秋华，你去过青阳吗？听说那边的面特好吃。哎，忙完这一阵儿，我请你去趟青阳吧，咱吃吃面，喝喝醋，啊，全当旅游了。不用你请，我有钱。那行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你别光想着去青阳，你也想想咱们眼前这个案子。哎呀，不是都做好准备书了吗？那还有什么呀？这事儿给方力宏压力不小，连输2阵。我听到所里有些人说，他为了钱什么都不要。到了他这位置上，面子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觉得空了，你还是跟他解释一下，让他谅解。我还解释什么呀？我这该解释的我都解释了，我老解释，我累不累啊？我不解释了。兰兰，罗律、秋律，你们来了。跟陈律师学得怎么样啊？他没欺负你吧？嗨，陈律师挺照顾我的。罗正义啊，谢谢你把张世兰介绍给我，孩子挺有眼力劲儿的，总是抢着帮我拿包。陈无良，我把我们家小阿姨介绍给你，不是给你拎包的啊，你给教她学知识。罗律师，我现在也是律师助理了，别一口一个小阿姨，小阿姨。好好好，我不对。陈无良，你不许欺负他啊！兰兰，现在咱们是打对头，我们俩就先过去了。真打算把房子给输进去了？那就看你的了。你要真想这么做，我也没办法。陈律师，啊，罗律师可厉害了，你要是跟他打对头，可得小心点儿。他怎么厉害了？她发现她老公跑了，给她留了一屁股债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婆婆住的那套房子给卖了，她就用那些钱还了私人贷，剩了个零头，又自己买了辆小轿车。那是挺厉害。那还是陈律师您更厉害。给老薛打个电话，看他到哪儿了。哦。判决如下：原告民商银行云阳支行对被告刘明、罗英子名下位于京北市云阳区蓝海国际 A 座 D 栋1401号房屋折价或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，享有优先受偿权。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。抱歉啊，英子。王律，已经不是我们的了，没什么抱歉的，我愿意的。
被告方要不要上诉？我们商量一下再决定。好。可以停吗？你的事情越快翻篇越好。还有15天呢，再等等看。宁子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想给他写封邮件，告诉他今天的结果，劝他回来。他是一个没什么大主意的人，如果温丽不在他身边的话，我想他也许会听我的。那你可别把温丽和孙华鼎的事儿告诉他。放心吧。哟，陈律师、薛律师，恭喜啊，又胜了一仗。有什么好恭喜的？反正房子的事儿呢，我嘱咐你好几次，你自己不上心，不好意思啊。不用不好意思，谁让我碰见你这种厉害又无良的律师的。走了啊。房子都输了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就是啊，奇怪。咖啡。哎，谢谢啊。张世兰啊，你之前说罗英子卖过房子是吧？啊。除了这事儿，还有其他事儿吗？事儿是哪方面啊？算了，也没事儿，就是觉得他怎么这么容易就认输了。嗨，那还不是陈律师您太厉害了。那也是。哎，报。秋华，张全全，哎，英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你怎么来啦？今天表现真不错啊，送你的花。花干嘛呀？瞎浪费钱。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搭档罗英子，这是我老家的初中同学张全全。你好。你好，张全全。那个，这房子就这么输了？啊，没办法，也许命中注定就不是我的吧。那个秋华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再见啊。慢点啊，改天一起吃饭啊。哎。全全，谢谢你啊。我妈住院的事儿给你添麻烦了，要没有你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再跟我这么说，我真生气了啊。那你说了，你这以后这种家里的事儿就找我。那个有时间吗？请你吃个饭。哦，应该我请你，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。请我什么呀？你请我，走吧。你是一无所有。追着阳光和土壤，自由生长。可总会有弯路，多一些脚步，黑夜只是清晨的雾，随它。陆明儿，你把我的微信和 QQ 都拉黑了，邮件是我唯一能联系上你的方式。我今天给你写这封邮件，心中无悲无喜，无怨无恨，只是想把事实告诉你。我刚从法庭开庭回来，我们曾经共同的家马上就要被法院执行拍卖了，用来偿还你临走的时候从民商银行贷的1000万和利息。到此为止，你拿走的全部银行贷款和借下的私人贷，我都已经替你还清，而我也被你剥夺的一无所有。我今天把这事告诉你，不是要控诉你，毕竟夫妻一场，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来，只是觉得心中颇多不解。多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，我们平静地坐下来谈谈，到底是为什么？
哟，谢谢你啊。这说的啥话呀？那个什么时候再见啊？我最近挺忙的，我回头再给你打电话吧。行。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哎，那个就是家里有什么事儿，还是先跟我知会一声。回来啦，秋马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你那个张全全，你确定要跟他发展关系啦？啊？不是，那你的事儿啊，我也不该干预。啊，我就是觉得呢，你配得上更好的。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我弟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妈突然胃出血，送到县医院，结果躺在走廊上，住不到病房里去。我给张全全打了个电话，不到10分钟，我妈就住进最好的病房里了。那你就因为这个，你就跟他谈恋爱了？哎呀，谈恋爱对我这种人来说太奢侈。不是，你老是把自己看得特低。你说你从农村这么奋斗到京北来，这才几年时间，你就成为职业律师，然后手里还好几个大案子。你说这些事儿要都成了，你起码有10几万甚至几10万的收入吧？咱同龄人里面有几个能成为你这样的呀？你怎么就没资格了呢？那我这不是碰见你了吗？我运气好。我是真的没资格，我跟你是不一样的，我的钱不是给自己挣的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努力的一件事就是不回老家，因为如果我回去了，我就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了。但我又切不断跟那儿的联系，毕竟是那个地方养育了我，我有反哺的义务。有了张全全，我就有办法。张全全虽然不是理想的爱人，但是他是最真实可靠的爱人。对我来说，他最合适。你说这些我也都懂，哎，但是如果你真坚持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只是觉得啊，你好好看看自己，你真的配得上更好的。我知道，在你眼里谁都配不上我。没有，也有更高的，更高那种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。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还是先跟他处处看吧，也许能培养出感情。哎，说。喂，罗律师，来了个当事人，点名找您和邱律师。那你让他到会客室等我们吧，我们马上过来啊。好的。哎，谢谢。秋娃说什么来着？人家案子自己找上门来了，人当事人点名找咱俩呢，快点吧。还有这事儿？那看清自己，赶紧吧。哎，您好。哎，是罗律师、邱律师吧？哎，我是罗律师，这位是邱律师。哦，哎，请问您？您好，罗律师。你好。你好，邱律师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们俩可真年轻，不过跟我想象的一样。啊，认错。那个，您今天来是想咨询什么事儿呢？哦，我介绍一下，我姓马，我叫马丽丽。马女士您好。哎，我有一个惊天大案，想委托你们2位。哦，您说。我呢，是为我们家前夫来的。前夫？你们相信爱情吗？如果这世上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，
那一定指的就是我和我们家建设。是你前夫吗？但是在我心目中，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男人。行，他是怎么了？是我们家这个傻建设，他因为故意伤害罪，一审被判了个无期。我是想委托你们二审的。案情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吗？如果我们两个现在还在一起，如果没离婚的话，他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。我现在呢，是个网店的店主。5年前，我是在路边摊煎饼果子的。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建设，他是做电缆生意的。1个鸡蛋吧。哎，对，好嘞。来啦，2个鸡蛋。啊，对对对。我俩就这样一来二去就好上了。来，哎，这是你的，需要吧？豆浆还有吗？有啊，给你留着呢。我喜欢他厚道，他喜欢我努力。我们俩呢都结过1次婚，又都离了，谁也不嫌谁。认识不久以后，我们就结婚了。可他妈却不喜欢我，他觉得他儿子是做电缆生意的，却找了一个开路边摊的。他觉得我配不上他们家建设。妈，喝金酒。从我们结婚那天起，他就处处刁难我，逼着我跟建设分开。建设吧，又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，夹在我和他妈中间为难。我心疼建设，不想让他为难。所以我们俩结婚不到1年就分开了。可是谁成想，我们俩这一分开以后，让他闯了天大的祸。要早知道这样，就算他妈把我折磨死，我也绝对不会跟他离婚的。行，那个马女士，就是这个你们婆媳之间事儿，我们了解大概差不多了。您看这许建设这案子，您能不能展开了跟我们说一说？自从我们离婚以后，建设心情就不好，经常叫一帮朋友出去喝酒。那天，他又约着一帮朋友去喝酒。我不就妞吗？就是不去心里不爱。等。老板，再拿4瓶啤酒。我拿。这还可以。我要4瓶啤酒。嘿，一妞不错啊，哥给你拍来啊。谢谢。哎，找死啊！妹妹，给哥喝一杯来。干嘛呀，胖子？哎，你害羞什么呀？拍这么大，你知道这妞是谁吗？啊？我管你谁呢？谁拍着谁的？你哪儿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别装！你真打呀！你倒哎，装什么装？我出来吧！打不死你！别装！啊！别装混！胖子，你胖子！我气！胖子，别拿过来！我干嘛呀？建设说是为了拉架才跟上去的，可是跑着跑着就剩下他跟张胖子2个人了。再后来，他们2个人说的话就都不一样了。反正那个姓李的，最后就死在小树林里了，没有目击证人。打完架以后，建设还回家睡了一觉。第2天一大早，张胖子就来找他，说那个姓李的死了。建设一听就害怕了，连夜就逃跑了。可是他没想，他跑了，张胖子没跑，他跑到公安局去自首去了，说人是建设打死的。公安局就下了通缉令。我一看才知道出了大事儿，我就到处联系建设。后来建设偷偷跟我联系，我才知道他躲到农村去了，我就给他寄了1000块钱。我劝他回来陪他去自首，可是谁成想，
一审的时候就认定是建设把那个姓李的打死了，因为自首，又因为双方都有过失，所以从轻判建设一个无期。可是张胖子才判了12年。话说回来吧，我们2个都离婚了，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，一听这事儿，他妈就病倒了，我要不管他，就没人管他了。所以，就算倾家荡产，我也得把他救出来。我就是认为一审律师不给力，所以才给他判得这么重。前段时间我看了你们性骚扰和强奸那个案子，我觉得你们2个太了不起了，所以我才来找你们的。马女士，这个一审的判决您今天拿来了吗？哦，拿来了。你们如果愿意接的话，我再给你们看。哎，您这不给也没关系，我们就想看看案件事实是怎么认定的。好，那这样，马女士，您要不然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跟邱律师我们2个人商讨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好，好吧。哎，您坐一会儿啊。哎，喝点水。谢谢啊。稍等。这样打这种案子啊，才能体现咱们律师的价值。这成天打那种飞诉啊、专项，都觉得自己变成生意人了。这像是一个刚输了房子的人说的话。你是不是不想打刑事案？也不是，我是觉得这马丽丽吧，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哎，管他呢，咱们只讲事实和证据就好了。但是咱们现在事情也不少，打这种刑事案的话，又有风险又难打。那如果案件事实真跟他说的是一致，那一审认定可能存在问题。是啊，如果只剩下张胖子和许建设2个人的话，如果没有其他证据，那就是1对1的指证。那2个人就有利害关系啊。对啊，而且更何况那姓张的那个不是还抓起来判了吗？同案犯供书不能直接定案。哎，这案子有的打。秋华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也别光听他怎么说，咱们把这一审的判决书要来看看。如果真跟他说的是一致的，那咱俩就接，行不行？哎，我想打。行，你想打就打。刘记者，我们家建设这案子，麻烦您多多给宣传啊！到事成以后，我一定好好谢谢你。哎，好，那回头联系啊。哎，罗律师、邱律师啊，马女士，我们俩刚才就您这个这案子您接吗？嗨，您先坐。哎，是这样，主要这个材料我们也没看见，也不能光听您这一面之词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但这一审的判决书我们也没看着嘛。可是我要给你们看了，你们不接怎么办呢？嗨，这我们看了也未必接。那我们不光是要对您负责，也要对我们自己的职业负责。这任何案子在没有看过材料的情况下，没有一个人敢说就能决定代理的。再者说，这判决书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事儿吧？那行吧，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把这案子接了。你们之前那性骚扰的案子，我觉得你们特别有正义感。马女士，这个案子我们按小时收费，总共预估50万。需要您先交30，然后等2审开庭以后再交上剩下的20。这么高啊！你们也知道，我就是一个小网店的店主。虽然我前夫他是做电缆生意的，但是我们离婚的时候我是净身出户，我1分钱都没拿。我是一定要救建设的，哪怕倾家荡产我也去救他。我去筹钱，但是这一下拿出30万，对于我来说挺困难的。咱顺序能不能颠倒一下？我先给你们个20万，然后等2审下来以后，我再付那30万。这样，我们呢先把这个一审的判决书研究一下，然后接不接的再说吧。另外还有一件事儿，马女士，
您和许建设已经离婚了，所以就算我们接受委托，也不能是您来委托，需要他母亲来。他妈妈去世